就是說進入氣球行業啊，就從这個時候說起啊，因為呢很熱啊，很熱，我很喜歡啊，作為這個學徒的時候，我很喜歡跑到這個貨車裡面啊，這個把空調打開啊，挺舒服的，對不對？是不是？對吧？挺舒服的。當時不會剛剛就算從中專這個過來，也是知道一點理論而已，但是你實踐還是非常少的啊，還是非常少的，對吧？現在加装空調是不是换內容的那今天你就用得到啊。加空調的這裡有個故障啊，有一個需要你注意的，你仔細聽啊。好，當時呢是這樣的然後自己想自己能不能就是像群剧一樣说的，自己能不能裝一辆空調啊，或者用一個柴油機啊帶動啊，是不是？好，当时在做截图的时候我就这样幻想的在幻想的。好，所以的话做空調呢也自己如愿以償的，然後呢對這個整個系統各種故障然後有一個充分的一個了解還特別在我們商用車的這個空調上面。好，那我們呢要空調的，因為咱們這裡呢層次呢參差不齊有的學員呢他連這個制冷都不知道是咋回事的甚至我在前段時間聽是加注鞋種都不會的我稱為鞋種大家可以稱火也行這是一樣的，是不是？對吧？不行就改這個新的空調但是我這裡還有招不行還有招。好，那這裡我看一下第一個比較第一層次的就是在於這個加鞋種加鞋種，然後呢漏了加鞋種要應付一下的還有沒有這種同學？有的再給我們打個1，我看一下對這個系統不是很了解的我根据情況去講因為我們中基同盟對吧？好久有講共軌的話就是下一個循環的，我們的這個循環呢應該還有4個知識點4個知識點，哪幾個知識點呢？天然氣商用車的電路電路車身電路然後比如空調電路我會放在那裡講。還有一個是驅動就電腦版的這些驅動升壓這一個知識點，對吧？還有呢電腦版的上電，至少還有4個知識點還有每這個知識點呢至少有些會講到4節課以上個別的話會離2節課所以的話綜合起來起碼還有差不多2個星期的課今天50塊錢輸了空調柴油的有沒有處於這種層次的？有處於這種層次再給我們打個1都不是再給我們打個2，我看一下應該沒有主要業費現在沒過來有沒有對這個整個空調系統這個原理比較了解的再給我們打個1，我看一下系統原理就是连哪裡出來的什麼氣體是吧？气体年費應該都沒問題了，對不對？是吧？那麼問題的我就簡單的帶過一下簡單帶過一下，因為我要後面的不帶過一下，等等你說我沒說等下說不明白好，首先呢同樣它這個呢至少分這個5個5步5步怎麼5步呢？第一個呢是經過我們的壓縮是吧？都是姚師傅的对不對？壓縮是吧？壓縮呢首先呢會把这個一個低溫低壓的一個氣體低溫低壓氣體，然後把它抽到裡面來出來進行一個打气棒一樣打壓，對吧？打壓之後呢這個時候變成一個高溫高壓的氣體氣體是吧？輸送給你冷凝器，冷凝器的這個時候呢它就會散熱一散熱的話，這個氣體高溫高壓氣體一散熱，那這個時候它就會變為這個中溫高壓的一個液體狀態的一個液體其實這裡是有一個氣體轉換為液體的一個過程，對吧？轉換之後呢輸送給我們的這個乾燥瓶是吧？乾燥瓶然後進行一個過濾比如說有水分有空氣對吧？然後都会把它過濾完，對吧？過濾完然後呢輸送給我們的這個膨脹閥呢，然後這個時候再往這邊輸送進行一個蒸發節流蒸發呢這個時候就非常冷因為液體如果是變成气体的話，它有一個吸熱的過程，一吸热的话就会带动整个这个蒸发箱呢迅速的变冷变冷的话它就会吸收周围的这个空气的热量空气车里面的这个空气呢变成那个了都变成了冷气体的，那这个我们说就是说制冷空调的制冷是吧？好，那我们呢
現在呢，我們年費的對這個的基本上都是了解的啊，對不對？好，那我們呢接着要講的是什麼？第一個呢，我按哪個方向啊？第一個呢是，還不是先把这介紹完吧。好，那我們呢，先看這個膨脹法有沒有見過？有見過在給我們打個1。有沒有見過這個膨脹法？有坐過歐曼啊，歐曼貨車的肯定有見過，歐曼，對吧？那我們呢，通常呢，像一般的L 型的，是吧 ？L 型的這個膨脹法呢，因為膨脹法它很重要啊，它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找的这個呢，也是在歐曼車上也經常見到的啊，經常見到的。但是呢，這種呢，大家可能會剛修補好之後還能用，是不是？好。這種呢是常見的啊，這種是常見的。那這種呢是不常見的，而且呢，我們看它既有一個感溫包啊，同時呢，它有這根管呢，接在了我們的低壓管啊，低壓管。那這是什麼道理呢？為什麼要這樣幹，對吧？那比如它漏，它漏或者這個有問題了，我把它這個折起來了。折起來了，行不行？行不行？是不是？因為我們要了解它有什麼作用，你才能去輕易的把它這個功能給關掉，是不是？有沒有人知道？有知道再給我們打個1啊？就這個管是要接低壓管是要幹嘛的？有沒有？勉強知道，不知道再給我們打個2。這個呢，也不吭聲啊，就是敏成跟杨平知道嗎？这个還是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或者給我送鮮花啊，你不要再保持沉默啊，不然老師的話，把乾貨藏一點，那就不好了，對不對？是吧？好，大家要互動一下啊，就是你要參與到裡面來，對吧？然後呢，你才記得住啊，才記得住。好，那這個呢，通常呢，它接的這個低壓管，而且呢，這裡我們看這邊啊，這邊是4分啊，是3分啊，是3分，我說的肯定沒錯的啊。為什麼我說3分呢？一般我們的高壓管出來的話，那就是連通這裡肯定3分啊。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區分一下，就是說這裡沒有做這個改裝空調的啊，加裝空調的，這裡我跟你這個仔細說一下這裡啊。好，3分的管呢，然後就是高壓管啊，接到這裡來。那這裡呢，其實是跟我們這裡啊稍微是連通的啊，連通的。然後呢，這裡呢是一個什麼氣體中溫中溫高壓的這個液體對吧？因為呢，我們的壓縮機呢，我們看一下這邊啊，看一下這邊是吧？如果我們把這邊接到相當於是接到這邊來，我們低壓管啊這邊低壓管在這邊來，那這個時候呢，我們的這氣體呢會因為這個時候比較熱啊。它順着它是幫助它，這裡比如說我們這裡沒有氣化完的，去幫助它氣化，這能不能理解？能理解再給我們打個1。那如果我們的液體這裡是處於熱，但是我們的這個整個這個在這蒸發，這個時候呢，對吧？那為什麼要這樣幹呢？因為我們的這個液體呢是不允許進入這個壓縮機的。好，那我們停到這裡停一下啊。壓縮機是一定不能壓縮液體嗎？好，大家可以把這個話題呢，你會仔細想一想，是一定不能壓縮液體嗎？好，那我接下來我要介紹的這個東西了啊。那我們的這個呢，它有一個板啊，那個板是不是？這個板呢有一個，就是裡面這個有一個進有個往裡面活在裡面吸的板，是不是？這個是單向閥，對吧？吸的時候才打開，還有一個出的時候呢才打開，對不對？好，那如果是說，比如說它是很小量的，比如說我們在怠速的情況很小量的，
這轉速時候如果是不夠啊，轉速就是它的活塞的速度不夠，它可以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推动我們的这个模板把这個液體給排出去，因為我們的這裡具備一定的壓力它就打開了，相當於安全閥一樣啊，能不能聽得明白？能聽得明白再給我們打個1。好，那我們呢能聽得明白啊？不明白再給我們打個2啊。好，接着還有更精彩的啊。好，那我們現在市面上啊，現在因為大家的基礎也比較好，很多這個我原理啊簡單我就直接跳過了啊，我就不說啊，我直接講這些需要大家要理解的這個以前大家沒有接觸過的一個乾貨啊。好，通常我們加注血腫的時候呢，這個時候我們出現加的是瓶子倒置。倒置，對吧？那這種呢，通常呢，那肯定是我們從低壓管，比如說我們設一個低壓管在這裡，那肯定是大量的液體流向了我們壓縮機，是不是？是再給我們打個1，對吧？我們加入血腫的肯定是倒置，很多都是倒置，市面上根本就不會有人啊，就是把它這個變成氣體再加進去，是不是？好，這個呢也是就是說我研究了很久啊，然後研究出來的啊，為什麼？因為呢，我們的壓縮機呢一定是不能就是說不能壓縮液體的，但是我們要看到一個結構啊，如果是說你就是我們現在用我們通常的這種方法啊，但是出事率呢，就是液機的狀態的這個狀態呢，出事率呢它比較低，可能100台、200台的壓縮機你倒置的時候有個別的壓縮機呢，它就會拉掉了。而我在維修當中呢，也試到1到1台就是因為倒置，把這個壓縮機後面活塞的直接給拉掉了好，那這幾率是比較低的，是吧？這個時候呢，我們要看為什麼要比較低？首先呢，我們的這個發動機的轉速轉速一定要慢不能是高，一定要低轉速。低轉速是目前就是解決掉我們的目前這個加入血腫錯誤的一個方法，因為我們呢正常下接這種的時候是要求你氣體的這個形式往裡面加的。首先在高壓口不啟動的時候就是這裡，先以氣體的狀態往裡面加，對吧？往裡面加一罐之後呢，然後把這個拔掉了，然後再從我們的這個低壓口開始加然後再加氣體。對，否則的話會發生這個越積如果我們不去注意這兩個的話，壓縮機你換了一個上去拉了，你都不知道什麼情況，能不能了解？如果是高轉速我們的這個閥對吧？我們這個閥如果是一下子排不過來了，那你壓縮機能壓液體嗎？連桿直接就變形了導致變形彎了彎了，看你還要看嚴不嚴重如果是不嚴重的，那它就慢慢拉到時候你一把管一拆到處都是泥粉那這個時候就麻煩了，能不能理解？能理解再給我們打個1。好，那我們接着往下說我提第二個問題這壓縮機的話，這裡要不要帶要不要講一下？這邊這個位置也是我們常見的一個故障點之一故障點對吧？過是不是有沒有需要講的不需要，還是不要在那默認如果是也不出聲那我直接就過了對不对？是不是？因為這裡呢，大家也經常知道就是這裡的話，看到磁力磁量跟熱量有關係這裡的話如果你知道的話。